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、很有立体感的包底。由于这颜色比较深，所以在荧幕上面可能比较不清楚。但实际上啊，它是非常的立体的图案。那我们的线头的部分呢，我们刚才在第一排的时候已经呢做了长线，所以呢，我们把多出来的线头把它剪掉。接着呢，我们要开始第5排到第8排的编织，我们都是要维持96针。第5排呢，我们先钩2个锁针当做起立针。那我们会看上一排第4排呢的第1针是长针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会钩外钩长针。但是如果第4排是外钩长针，我们就会钩长针。所以第4排呢，第一个是长针，所以我们钩外钩长针。所以我们会是1个外钩长针加1个长针，总共编织48次。这是第5排的编织。1个外钩长针，这是1个长针，再1个外钩长针。这样的编织顺序到第6排的话呢，我们就会变成呢是以长针来起针，以此类推。我们来到了第5排的最后，我们一样在第1针的地方呢，我们用引拔针来做结束。这一排同样的呢有96针。接下去的呢，第6排、第7排、第8排都是一样的编织方法。这样子我们完成8排的编织，这是我们第8排的结束。一样我们用1个引拔针来做结束。接下去第9排到第12排，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减针表，我们以12为倍数来做减针。你可以把它拍下来，我们会一行一行来看。我们一样呢，在第9排我们会用2个锁针当做起立针。你看见这个减针表，我们每隔6针会减1针。那由于我们的前一排第1针目是长针，所以我们第1个针目是外钩长针，然后再钩长针。第3针是外钩长针，第4针是长针，第5针是外钩长针，第6针是长针。我们钩完6针之后，我们记得上记号扣在第1针的位置。这是6个针目，6个针目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开始来减针。所以我们在这个第7个针目里头呢，我们开始减针。我们做1个外钩长针，钩一半，再钩1个长针，也是钩一半。然后我们并针，这样我们就把8针变成7针。这样子的编织方式呢，我们要编12次。所以呢，我们会将96针减掉12针，变成84针。
我们再钩一次，一样用着外钩长针跟长针呢，这样子钩3组6个针目之后呢，我们来并针，外钩长针一半，长针一半，然后把它合并起来，我们完成了第9排的减针。这样钩12组，我们就来到了最后一针。我们一样做引拔针做结束，所以第9排是84针。第10排呢，我们一样先上2个锁针。第10排的位置呢，我们看这个减针表里头呢，我们同样的呢会减12次，减12针。所以呢，我们呢会每钩5个针目之后呢，然后在第6跟第7个针目里面做减针的动作。那由于呢第9排是外钩长针开始，所以第10排呢，我们是以长针啊做开始，做起始的针目。那我们一起来编织。所以在2个锁针之后呢，我们会先钩一个长针，我们一样挂上记号扣。第2个针目呢，我们会钩外钩长针，第3个针目是长针，第4个针目是外钩长针，第5个针目呢是长针。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做并针，我们先钩一个外钩长针，我们钩一半。然后呢，是长针钩一半，接着我们来并针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将7针减针成6针，前面5针呢正常钩织，第6跟第7针呢，我们做减针。这样子呢，我们总共要编织12次。我再示范一次。5个正长针，第6针跟第7针呢做并针。所以呢，我们第10排减了12针，84针减12针，所以总共呢会是72针。一样在结束的地方，我们做一个引拔针。接着我们要编织第11排，这是第11排的减针表。我们呢会先钩4个正长针，然后第5针、第6针并针。由于第10排第1个起针呢是长针，所以我们第1个起针会是外钩长针。我们一样先2个锁针当做起立针之后呢，我们开始编织。第1个是外钩长针，我们一样挂上记号扣。下一个针目是长针，接着呢是外钩长针，这是第3个针目。第4个针目是长针，接着我们第5针跟第6针做一个并针，
我们钩一个外钩长针的一半，再钩一个长针一半，然后做并针。你会发现，我们总是在前一排的并针跟前一针呢做并针，4个正长针，然后一个并针。我们这样要编织12次。我再示范一次，4个正长针，第5针跟第6针做并针。我们完成了第11排的编织。我们一样把第一个针目的记号扣拿起来，之后呢，我们做一个引拔针。所以呢，我们72针之后减掉12针，在这个11排的位置会是60个针目。再来，我们来到了第12排。12排呢，我们是会编织3个正长针之后再做并针。那由于第11排的第一针是外钩长针，所以我们第一个针目呢会是长针。我们以2个锁针当做起立针。我们第一针钩长针，因为前一排是外钩长针。我们挂上记号扣，接着呢，我们会钩一个外钩长针。第3针呢，我们会钩一个长针。再来第4针跟第5针呢，我们会做减针。所以我们钩一个外钩长针一半。再钩一个长针一半，然后我们会把它合并起来，就完成了减针动作。所以在这一排里头呢，我们会将5针并成4针。我们将5针并成4针，这样我们会编织1圈，编织12次。我们编织完成了第12排，我们做一个引拔针做结束。所以呢，这一排总共是48针，60针减掉12针是48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到最后一排13排。那我们一样2个锁针当起立针。由于前一排的第一针呢是长针，所以我们现在13排的第一针呢，我们会是一个外钩长针。我们就是以1个外钩长针，1个长针这样子的一个编织顺序，我们总共要钩12次，所以会是48个针目。我们完成13排的编织之后，它的颜色很渐层，然后包底呢跟包身是一致的图案。那这款线呢，是稍微比较硬的线，所以呢，它会让整个包包看起来很立体。
我们一样呢，用一个引拔针做结束。这一排呢是48个针目。接着呢，第14排呢，我们用一个锁针当起立针，我们会钩48个短针，然后再用引拔针做结束。我们钩完了短针之后呢，我们来到第一个针目，我们一样做引拔针。接下去呢，在最后啊，我们会用一个我们会用滑针，也就是引拔针来做一个收尾的动作。然后我们一样在第一个针目里头呢，做一个记号扣。那你在钩引拔针的时候呢，稍微呢把线放松一点，这样子带口比较不会太紧。我们这样编织一整圈。好，我们来到了第一针，我们可以把线拉长。我们把线拉长，然后把它剪断。我们要来做一下最后的收尾。我在这里犯了一个错，就是我不小心让它剪太短了。那我来示范一下，当我们不小心剪太短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如何来缝合它。我们一样呢，就用我们的缝针。在第一针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因为长度还够。我们在前一针的部分呢，V 字的部分呢，我们来做一个缝合。我们做一个回穿，回去原本的那个针目呢的 V 字形，前一个针目的 V 字形呢，我们做缝起来。你会发现这样子会有一个小 V 来做这个连结。你就会让整个包包呢看起来全部都是 V 字形，但是呢，我们最后呢，要把这些线头藏起来，你会发现说实在是太短。我们沿着呢，里头的针目呢，我们做长线。在这里还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当你将线拉出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真的太短了。那这时候呢，其实你不用做接线，我们可以呢将针呢插入，先插入旁边的这些针孔，你要长线的位置，将我们的针插入这些针孔的位置，然后在最后面你留下你的针孔。然后我们将线穿入针孔，然后再来拉线。我要先说，这是很不得已，因为我刚才在剪线的时候发生了失误，我们只好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来藏线。但是我相信每一个错误呢，我们总是有办法将它做处理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把线头剪掉。这个包包呢，我们的底部是比较宽大的，所以呢，其实它的容量是非常的大。那我们的束口呢是稍微比较小的，所以它会呈现一个非常立体的形状，颜色是渐层的，也是非常的美丽。那
那你也可以将包底的部分稍微压扁，当你压扁的时候呢，它的渐层颜色更明显，然后呢它的图案呢会是有一点皱褶的，这样子的背法也是非常的可爱。那由于我们包包啊比较素，所以呢你可以选择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金属的标签，手做的金属标签呢帮它放上去，你可以摆在中间的位置，可以做一个装饰。就后面把它压下去，这可以稍微做一下装饰。或者呢，你也可以用这个金属扣。如果你不想要缝合，在它里面缝合包扣的话，你也可以选择这样子的一个金属的包扣。你可以在上面做短针的部分呢，放上这个螺丝，然后呢锁上这样子的一个金属的扣子，然后将它找在正中央的位置呢，你可以把它扣起来。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装饰也非常的可爱，你就不用缝包扣，所以就用金属扣子啊来代替。这款线呢也有橘色的，那橘色的呢，我觉得配上黑色的这个标签很好看，所以呢我就用标签。那我在它的里面呢缝合上这样子的一个包扣。这是素色的包包。那素色的包包呢，我会觉得我喜欢啊，它的包带呢是这样子的一个珠珠的材质，就非常的时尚。所以呢，我会用2个圆形的环，然后啊再放上一个珍珠的包带。我觉得素色的配上这样的珍珠的包带呢，非常的好看。勾纹包包呢，其实还有剩下的线，所以呢，我也就是剩下大概这样子的线，所以呢，我也会想说，另外一个渐层的颜色，我觉得更适合这样子的一个包带。那我现在来教大家怎么编织这样子的一个包带。所以渐层的这个包包，我打算呢，用手编的包带。那我们先勾2个锁针。先一个耳之后呢，勾2个锁针。锁针之后呢，转到后面，你回到第1针的里3的位置呢，我们编织一个短针。编织完短针之后呢，我们回过头来，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环，我们从这个环当中呢，把线抽出来。你的钩针上面就变成2个耳，然后呢，我们一同把它从2个耳当中勾出来，然后再转过来。这时候呢，你就看到2个环。那一样，我们每次重复这样的一个动作，再从2个耳当中啊抽出线，再做翻转。在2个耳里头呢，抽出线，我们重复这样子的一个编织动作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包带。你如果想让它更紧实的话，你可以选择小1号的针，我是用6号针勾的。那你记得在开头跟结尾的时候呢，你大概都留到15公分到20公分长的线，
以便我们做缝合。这一次我们不要再剪错了。好，我们将线头剪断。那包带的部分呢，你大概可以编织70公分左右，65公分到70公分左右，大概有2条，你可以编织2条，因为我们的线是够的。然后呢，你将包包呢铺平之后呢，两侧的位置呢扣除掉最边缘的那一针之后呢，你数大概1、2、3，大概在第3针跟第4针之间呢，你可以做缝合。我觉得这个位置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位置，在这个部分地方做缝合，做包带的缝合。那我们包带呢，大概在里面呢，要将近2公分的位置，我们做缝合。我们可以先找好包带的位置。好，我已经缝了3边了，最后一边呢，我来示范一下我们怎么样子的缝合。你注意看，我会是在第3针跟第4针的位置呢做一个缝合，两边都一样，在第3针跟第4针的部分呢做一下缝合。那你在缝合的时候，我们要小心，就是你要注意我们的包带不要让它旋转，你要稍微拉一下。那我会先在第3针、第4针的位置呢，我会在短针的下方呢，先做穿入。穿入之后呢，我沿着这个线的位置，我穿到里头。那我会在大概第3针的位置，第3针边缘的这个针目呢做缝合。我将线抽出来，之后呢，我们绕过整个包带，一样在边缘的地方，我们再缝合回去，在锁针的位置，在包包锁针的位置呢缝合进去。然后我再沿着这个短针，沿着下方的短针呢，我再缝合进去。再下一个针目，缝合进去之后呢，我再绕过包带，再缝一次。在下一个针目的位置，我再做一个穿入。我们只要沿着线来缝。如果呢，我们沿着这个边缘来缝，我们再次的缝到这个针目之后呢，我会再次的穿入这个包带，在包带的中心的位置呢做穿入，好让我两旁呢，跟下方的这个包带呢都能够确实的缝合。
之后呢，我就沿着这些线呢来做一个长线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完成了包带的缝合。最后呢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包包。我们这个包包底部比较宽，所以呢，它的长度呢有28公分。那么底部的宽度呢，我们有大概有4排，它底部是12公分。那我们来看高度，高度呢是12公分。如果你和我一起完成了这个钩针包，欢迎你留言和我分享你的成就，让我们在这趟疗愈的编织中与自己有一个美丽的邂逅。请持续的关注订阅我的频道，帮我按赞分享，你的支持对我很重要。